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我们这一期要来分享杰克都在玩之杜拜系列。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 Aura， 就是呢，在杜拜现在目前最热闹、最多人去的地方。真的，你要提前预约它。Aura 是什么？在棕榈塔上面50楼，50楼。那楼下是瑞吉饭店。如果你住瑞吉饭店，它不是它的游泳池，是另外的。好，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Aura 呢，直接去一定要预约，在1楼的时候就给你 check。如果你没有预约是没办法上去的，一定拜托一定要先预约。它预约里面有分座位区、外面的户外区，也有分里面区。户外区大概一个座位最少要1万，4个小时，不含餐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入场券就1万，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价格，你自己去搜寻。那我们是做室内区，因为我们是赶时间，我们去做座位区，然后点餐。那我们那个餐呢，我们是买套票其实也有套票好买。有便宜的东西，你就是去搜寻套票呢，我们叫了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先讲餐好了，你可以看到这桌上的餐有分前菜、主菜，饮料是另外记的，那个东西，因为我老婆就比较精打细算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光那些东西，我们呢在那 share 呢也才吃不完，这是东西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坐在室内你要去看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那个50楼的风有够大的，你知道我们出去外面拍照。或者是游泳冷得要死，你知道吗？在外面吃东西，可能东西一来就冷了。我跟你讲，外面真的很冷，但是外面的景观非常漂亮。现在开始来看我们整个环境。这一面呢都是沙滩椅，然后这边看的是整个高楼大厦，好壮观哦。然后还有包厢，然后这边是它的大道。还有呢，这边很多的游艇这是整个杜拜的街道很美，很美。这边是街道，然后旁边还可以看得到游艇，还有冲澡的地方。如果你游泳的话，冲澡。最前面的位置大概要1万吧，4个小时，每个位置都有它的价格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最热门的地方。这一面呢，这所有的泳池呢都360度的，底下都可以过去。然后这一面看到的是帆船饭店在最前面，然后棕榈岛的旁边。那边很可爱的饭店，你看下面每个棕榈岛都是个人的住宅，还有泳池，你也可以坐这个小吧台，然后下去游泳。这游泳池就是可以绕一圈，但上面很冷很冷。有包厢，这一面看的就是棕榈岛的另外一面。看到包厢还有一个最专属的，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里按摩，这个包厢是最贵的睡的。然后这边一样，杜拜现在最厉害的，一定要来看看。这边有没有？可以看一下整个棕榈岛。帆船饭店，然后看那边有一栋住宅，我们绕一圈，然后这边一样都可以下水，水很干净，但上面一定要带衣服来，超冷的。这边看到整个，然后下面这边也可以钻过去。现在钻过来，这边有个酒吧，那个吧台。这一面是棕榈岛的路，然后正前方是亚特兰蒂斯，还有这个很特别的房子。这是亚特兰蒂斯正中间的路。
然后这边一样，包厢区。换这一面，这也是看到，然后还有摩天轮，有没有看到？整个，然后这边有人在做 SPA， 可以按摩。超美的啊！那边有游轮、高楼大厦。里面你也可以订这个漂浮的香槟跟水果。那各位，你可以看得到哈，我跟各位介绍了整个环境，就是绕了一圈360度的环境，是不是很美？所有杜拜地标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看这个镜头不是很漂亮，你知道现场那个我们上去的当天看到那个画面，我们整个傻眼，哇靠，有够漂亮的。然后呢，反正你有钱哦，你要有钱，你也可以买那个漂浮的香槟跟漂浮的水果，在那个泳池上面飘啊飘啊，那边吃啊，哦，你只要有钱，什么都可以啦，什么都可以做啦，哦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在那边休息。但我说真的，如果你真的有时间，去花4个小时坐在那个地方游泳，而且游泳可以游一圈，然后看整个下面，哦，只要是天气好，那个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。还有什么你知道吗？最厉害是棕榈岛，它是在棕榈岛上面，棕榈岛你知道吗？棕榈岛，棕榈岛，你去找杜拜地标，叫棕榈岛的，一个像棕榈树一样，然后上面都有房子，哦，上面都有房子叫棕榈岛。然后有一个叫世界地图，世界地图好像在很远的地方，但是世界地图听说已经挂掉了。哦，你说棕榈岛是那个岛不是哦，叶子这个。对，一个叶子，然后呢，对，一个叶子的那个样子，哦，在棕榈岛，我们是在棕榈塔上面看的，好，你会看得到那个叶子，然后上面都是很多的房子，还有很多的私人游艇啊什么的。好，除此之外。这个是50楼，那你下去下一层楼是它的厕所，还有洗澡的地方。你如果你去游泳，可以在下一层楼，就49楼，你可以在那边洗澡，可以带泳衣去。然后下面也有卖泳衣，也有卖一些他们的东西哦，就是一些你可以看得到，我有拍哦，他们的一些东西，就是去游泳没有问题的，他们有地方让你洗澡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晚上去的话呢，因为晚上去看不到，我个人建议是白天去，晚上去你只是看到夜景，哦，那白天去看得很壮观。那晚上的时候，它里面室内区有 DJ。早上去也有 DJ 啦，但是晚上应该会很嗨。早上 DJ 太怪了吧？哦，但是你晚上去，其实你最主要是要看那个景观。景观最好是早上去看，晚上去看到夜景，其实没什么到。我没有看过，就有灯啊，有灯，有灯了，就灯那个看不到海。整个杜拜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说实在的，我在降落，我在坐阿联酋飞机的时候，因为我坐都是靠窗嘛。我在飞机上面还没有降落杜拜的时候，我看到整个下面的那个蓝蓝的，不是蓝蓝，全部是 LED 灯啊，就整个底下那个都是 LED 灯。就是杜拜的造景，你往台湾降落跟杜拜降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台湾就是黑黑黄黄的。对，那个杜拜看起来，哇靠，好高级的感觉。我有拍到，不知道有没有？有的话我补画面给你看。好，这是那个整个降落的时候，哇，在杜拜里面。好，那。分享这个地方是告诉各位，就是呢，杜拜有很多地方可以玩。如果像法拉利乐园，我之前去过了，那法拉利乐园里面就只有1、2样设施好玩，就看个人哦。如果喜不喜欢法拉利到里面去，然后呢，到杜拜呢有什么东西好玩哦？就是你要看天气。我第一次去杜拜的时候呢，跟各位分享，就是呢，我早上不敢出门，为什么？因为热，我去的时候是夏天，热到一个气温40几度啊，40几度，很热，热到你出去会融化，你出去基本上是融化的哦。然后呢，街上都没有人，晚上12点过后人多了跟鬼一样，大家都出来了。对，晚上沙漠大家说沙漠热，错，晚上很冷，晚上是非常冷，晚上很冷啊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这次去的时候呢，没有那么热，所以我们出去的行程，所以你去杜拜要注意一下季节。天气跟季节，然后杜拜你最好是去沙漠去飙沙啦，骑骆驼啦，一些比较在地的行程蛮不错的。然后我们有到阿布达比的清真寺，清真寺有非常严格的规定。来，顺便讲一下这个时间，告诉各位，如果你要去阿布达比的清真寺，女孩子可以在那现场租45块
45块，大概是台币大概400多块，可以租整身的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本来到了一个旧市集去买，我老婆买一套衣服，然后就是白色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非常的严格，第一个一定要头巾嘛，它一定都有买，头巾一定要把头发包住。你会看到那些蒙面的，对，不是蒙，就把头发包住。我跟你讲，你买衣服要非常注意哦，他们会看你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后面，因为我老婆因为那是夏天嘛，所以他们穿的是细肩带的洋装。你那个薄纱那个衣服套上去的时候，那个是透的，他看到你的肩带，不行，他们的国家不行，非常保守的，所以我们还必须，我老婆拿一件外套穿在里面，再把那个纱穿起来。然后呢，男孩子反正他有严格的规定，而且还要预约。你一定要预约才能够去参观，清真寺是免费的，但是你要预约才能够进去啊。衣服穿着非常的重视，不能穿拖鞋，不能怎么样，然后还有不能比这样子，为什么不能比这样子？不能比这样子，反正就是不能够比动作，它有特别的规定，反正就是手就是放下来，然后不能够搂搂抱抱，不能够亲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回教国家，应该是回教国家吧，我没有讲错，我不知道忘记，反正就是他们的照相就是你好好的站着照就对了，你不能够有那种动作，而且马上就有人会来制止你，真的就是一举起来就有人对，不能比耶都不行，他们有规定，他们上面都有告诉你不能够，然后里面是蛮漂亮的清真寺，清真寺里面没什么，就是看而已，里面也没有什么像台湾的庙宇会有空或者佛像没有，它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建筑，而且是纯白色的，非常的美，所以呢，各位。到杜拜可以去逛逛，尤其是很多国家会经由杜拜转机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在那边多停留个2晚，到那边去玩逛逛。我们时常到杜拜转机，像我们上次去是意大利，在杜拜转机还是哪里都杜拜转机，我们都到杜拜去玩。多留个2天的时间在杜拜玩，给各位好好的建议。因为杜拜的机场很大，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。好险，我这次没有喝水。那本来要买香奈儿的东西，好险，鞋子没有尺寸。幸好没有花钱。那不能在台湾来花了，因为香奈儿全世界价格一样，没有比较便宜。真假的？所以在台湾买就好。对。那爱马仕在国外就是看有没有得配货什么，但是刚好杜拜机场没有爱马仕，我帮你问了。所以呢，各位在杜拜机场没有爱马仕，其他的大部分都有。以上呢是捷克都在玩系列的杜拜篇。那如果你想要看我做阿联酋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部分，可以看上支影片。你如果想要看捷克到马尔地夫住哪里，就是我捷克住的是2025年 JW 万豪的最新酒店开箱给各位看全攻略，你可以进去里面看看啊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旅游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加捷克赖还有小老鼠 JACK8591，都是捷克呢本人回复你的。那我是捷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